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来一个跟进，就是我的视频第120集春石斛育苗新方法的跟进。这是原始的设置，用2条完整的枝条，采用自动吸水的方法来育苗。这个是我的新的尝试，结果是怎样呢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结果了。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，它已经长成这样了。当时我没有发视频给大家做一个跟进，是因为我想等它看看能不能再长多一点的芽出来。因为我看到枝条上有几个点，像这个已经很明显的凸起，好像就快要爆芽了。还有这个点，还有这个点，这些点看上去都好像要马上萌发了。这些芽点其实已经很久了，我想给它多一点的时间，可能它会长出来。还有这边，这里也有一个点突出，也差不多好像要发芽了。再来看这边，这边呢，这个高芽是本来就有的，旁边的这棵幼苗呢，是这棵高芽长出来的，并不是这条老枝长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条枝只长了一个高芽。我想给它多一点的时间，也许会多长几个芽。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，过了差不多2个月了，来看一下它们有什么变化。先来看右边这一棵，这条枝呢是去年的枝条，是比较老的枝条。它原本的那只高芽并没有长大，但这只高芽长出的芽呢，已经跟它一样大了。来看清楚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这一棵幼苗，它的连接处是连接在这个高芽上，而不是在那条老枝上面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条老枝只长了一棵幼苗，就是这棵。而左边的这一条枝条呢，是今年的新枝。新枝的生命力比较旺盛，发芽的几率比较高。在这条枝干很多的茎点上都有这些小点，这些点很明显的凸起，而且是最早就凸起了。如果能发芽的话，它应该是最早的苗。但是它为什么始终没有萌发呢？还记得在我的视频第120集里面，我想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把这条枝干中间的那一段的那层衣把它剥去，看看对育苗有没有影响。现在看到的结果是，新长出的幼苗全部都是在没有剥去那层衣的那部分，而中间那一段剥去了那层薄薄的衣的那部分呢，上面的芽点是最早凸起，而到现在都始终没有发育成功。这样看来，上面那一层薄薄的衣应该是对这些芽点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把它剥去了就会影响这个芽点的发育。现在来对这一次育苗来一个总结吧。第一，用自动吸水的方法育苗是可以成功的，而且照顾简单，没有水在下面那个盆加水就可以了。第二，老的枝条没有新枝条的生命力旺盛，所以要育苗的话，应该选取当年的新枝。第三，枝条上的那层薄薄的衣尽量不要剥去，它对芽点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剥去了会降低育苗的成功率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打算怎么样来照顾这些幼苗。在育苗的时候，植料要一直保持湿润，所以呢，下面那个盆一直都是有水的。现在这些幼苗开始长根，
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了。如果用同样的方法，植料一直保持湿润，就不利于它长根。理由很简单，一直都有水喝，它就懒得工作，懒得长根了。现在呢，当水台是湿的，我就把下面那些水全部倒掉，等水草干了，就在下面那个盆加水，这样给它一个干湿循环的过程。另外，那2条枝我没打算给它剪断，看看它还能不能长出新芽。还有这些幼苗开始生长，营养要跟上，我会给它施加淡淡的生长肥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，它们日后的进展情况，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。谢谢收看。